嗨，大家好，我现在呢在南浔古镇啊，浙江嘉兴地区啊，湖州地区的南浔古镇门前。刚刚呢，我就从那条路上啊开车过来，从上海走高速啊，先经过吴江，江苏的吴江地区，然后呢才来到了属于湖州的南浔。非常漂亮的一个南浔古镇的标志，很多人呢在这跟前啊拍照留念。这边呢以前来过，有一回来到这边呢，时间太晚了就没有进去。刚刚呢就是把车停到这个停车场啊，非常宽敞的停车场。现在我走几级石头的台阶呢，就来到了南浔古镇的大门了。这边呢就是南浔古镇的正门的牌坊，非常漂亮、非常有特色的一座仿古的牌坊。南浔古镇边上呢就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导览图啊，看来面积不小啊。边上呢有一段文字的介绍啊，应该4、5千年就有先民在此生息了，但是呢是从南宋以来才变成了一个发达的小镇啊。有兴趣呢，大家可以看看这个上面的文字。嗨，大家好，我身后呢就是南浔古镇的入口啊。今天呢，我们准备进到南浔古镇里面去闲逛一圈，那就跟着我的摄像机进到里面去吧。中国魅力名镇南浔。从这边呢，就进到南浔古镇里面去了。在一条河边啊，两边呢都可以进到古镇里面去。在这边呢，有一个景点导览图，边上呢也有非常明确的指引。从常书楼小莲庄到张氏的旧宅等等啊，里边有很多可以逛的地方。现在呢，我们就顺着这条河边的小道啊，到南浔古镇里面去寻访古迹啊，观光名胜，感受一下这座江南名镇的老味道、新景象。进了南浔古镇呢，立牌的啊都是有一些小河，只是呢这边呢有一种被公园的感觉啊，就是完全就是把古镇修复得非常井然有序啊。想必现在我走的这个路啊，这些石板街都重新铺设过的。这条小河呢，两边已经都铺上了这种石头的河岸啊，非常的整齐。也非常的干净。
里边呢有很多的这些商铺啊，卖的各种各样的食物、纪念品。这边的很多餐饮啊，还有民宿都开在这个小镇里面啊。感觉呢，这个还是非常美观，非常有质量啊。江南呢，最多的就是这种小拱桥，非常的漂亮。小桥边上啊，开着一个本地的食品店，可以到那边去看看有没有可以品尝的当地的食品啊。到这种古镇来呢，就一定要尝尝当地的这些传统美食。几家民宿啊，在河边，看上去非常的有情调。小河里头有一个小船，摇着摇着就过来了啊，有点像那种乌篷船，但是要大一号。专门有个人在那边摇的这个船桨啊，其实应该叫橹，非常有古代的那种生活气息啊。像前很多年以前啊，在绍兴就是乘过这种乌篷船，穿过这个桥洞啊，很美。现在呢，走过这座古石桥，边上还有一座桥叫通利桥啊。非常古色古香的一种桥的款式啊，对面有一家面馆，还有一些其他的食品店啊。站在这个桥上看刚才这个走船的小河，非常干净啊，碧绿的河水，应该专门处理过的。这边就有很多的河畔的店家。湖州市文物保护点通利桥啊，你看这座桥看上去很古老了，走一走这座桥吧。看看这个桥的远处啊，又有一个游船通过这个桥洞。两条小河相交的地方。来，站着。来，你先过，你先去站着吧，站着。这里还有烟火气啊，祥和一家，看来是一个面家。加了一个手哈，好，这哪里的？19号，19号有的，3碗，对，好嘞。来，多谢啊！那主持人有事就感谢，这个叶子先放下，30碗。两条小河呢，在这边交汇啊。
这个小河里面有很多的小船，刚刚看到有很多呢游船啊，但现在这个呢应该是打捞河里头垃圾的小船。这边呢有一个通利桥，应该是咸丰8年啊，很早的一座古桥了。双浇面馆，浇呢就是浇头啊，就是盖浇面的意思。这边也有一些土特产的小店啊。小成都红烧牛肉面哈，肥肠酸菜。你上去吧。上去吧。你进去了吗？做出来它最大才进去。南宋御酒坊，这里卖各种米酒的地方啊。哦，这个装潢很漂亮。这是卖酒娘的地方。这里呢是一个小码头啊，正好有一个小船过来。这里的景色非常的美啊，我都拍不过来了。对面那个豪宅呢，就是张时明旧宅，想必是一个非常有名望的人。这一路过去啊，都是张氏的旧宅。这里还有一个古镇邮局啊，应该是给大家寄明信片的地方。还有一些小吃，桃脯啊、橄榄啊等等啊，都是我们小时候爱吃的东西。供游客在这边闲坐的地方，很漂亮。对面那个张氏老宅啊，很漂亮，挂了一串的灯笼。通过这样的一个小码头啊，就可以坐船去到很远的地方。也有一些游乐地方啊，打气枪的地方，弯弓射箭的地方。这边其实也是一个民宿啊，楼下就卖东西了。早餐店啊，买丝绸品的小店，汉服、旗袍等等啊。河边应该是最吸引人的地方，大家都在这边拍照留念。
蹄膀。这个应该是当地人家的餐馆啊。这边的名吃蹄膀啊，有点像东坡肘子一样，像古代一样的这种很古老的餐馆啊，饮食店。你看看这些门呢，都非常有年代感啊。这家酒店啊，装饰的现代浪漫，很有情调啊。是我们老家的。这里呢，一个刘氏老宅啊，非常漂亮的一个宅院。看看那马头墙啊，跟婺源那边的安徽的房子非常的像。面临的这条小河，河的对岸呢，也是一片保存完好的民宅。你看他们留这么多台阶都是这么下的，我还尝有啥好吃不好吃的，我就这味道。这边还有一间老宅在进行装修啊。给哥。过来！啊，别坏了，你看，挺热情，我也没。啊？领导班不在，他另外叫个工人过来带我的，我这图发给你了啊。
这边呢有一些古色古香的庭院酒店、私房菜啊、餐馆，当然还有更多的就是街边的这种小店。感觉南浔地方政府啊做了英明的决策啊，以前呢都是要买门票，好几十块钱才可以进到这个古镇，已经变成公园的这么一个地方来。现在呢取消了景区的门票以后啊，使得大家都可以随意的到里边来走一走，更容易在这边呢找到一些地方坐一坐，休息休息。这两只狗狗在那睡觉。还有一只猫猫，倒是很悠闲啊，跟这个小镇的氛围啊、气氛非常契合。所以呢，就使得啊，现在的老百姓呢，更容易到这个小镇里面来闲逛。相信呢，对于小镇的那些商家，绝对是一个利好、利多的一个政策。这里叫广惠宫，居然还是苏轼题的牌匾。这些古庙呢，就是老镇的灵魂了啊，慈航殿。黄大仙殿啊，所以这个呢，实际上是一个道观吧。这是一个道观啊，就是从武当山张三丰所创的这一派流传下来的一个道观，黄大仙啊。跟一个庙宇也没什么两样啊，但这个是一个黄大仙的殿，并非一个庙。地大山祠，跟那些庙宇不同啊，这边都是一些神仙，什么什么星君。王灵官。没想到啊，这个古镇里面有那么大的一片地方。
丝业工会啊，完全就是西式的一个房子。但是里面呢，完全是中式的一些木雕，中西合璧啊。现在呢，也变成了一些商店。里边呢，就是完全是中式的建筑啊，一个大殿。看看这些有年头的木门，每扇门上面都有木雕，非常的漂亮。现在呢，成了一个中西合璧的客厅。前面呢，看来是一条大马路了，已经走完了这个南浔古镇，但是我只是走了一边，现在呢，准备从对侧再走回刚刚进门的地方去。你搬出去就是没办法。这座古镇可能是我去过的保存最为完好，或者是修旧如旧的最好的一座古镇之一了啊！这边呢有一座便民桥，还有一个亭子在桥上。这座便民桥非常有特色，其实就是一个人行天桥，同时呢也是一座过河的桥。在这边可以看到边上的一些仿古的民居。这座桥非常的有特色啊！画在这条街道上。对面呢，就是我刚刚一路走过的地方。现在呢，我要换到右手边走回去啊。
看来呢，这边就是游轮的码头了，广汇桥码头，想必边上就是广汇桥了啊。就是这一些小游艇，漂亮。对面呢，就是我刚刚进去过的广汇宫啊，就在这座广汇桥的边上。紫气东来，道家用语啊。看着河里这些小游船啊，大家很开心，一摇一摇的坐着这样的小游船，过很多小桥啊，来看这座南浔古镇。两边的景色呢，就好像是活动的一幕幕的电影啊。嗨，大家好，我已经在南浔古镇里面走了一大圈了。今天天气非常好，游客也很多，虽然并不是什么休息日。这个古镇呢，给我的感觉啊，非常的有江南味道啊。它不仅呢是一个古镇，其实呢也是一个游客集散地啊，商业中心，有非常多的古迹保存得非常的完好。所以非常开心有这样的机会呢，到这边来闲逛一下啊，领略一下江南的这种风情，还有留存了千百年的文化。这里还有2艘花船啊，感觉好像是结婚才用的这样的漂亮的游船啊。你看这些游船啊，
装点的花枝招展，前面有红色的，好像是迎新娘结婚的那种喜庆的船，到这种非常浪漫的情人们可能愿意坐的这种小船。河边呢也有很多的鲜花，整体给人一种感觉非常的优雅浪漫这边呢还有一个狮湖里集应该是一个商会的会馆，南巡商会旧址有年代感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这样的红漆的字还残留着。这边呢又是一座古桥，叫幸福桥。桥边的河畔人家利用这些老房子还在营业的一些小店对吧？看来这里开了好多的餐馆、酒店。多米粉啊？就是你。我去。70元。哎，我是生气啊！大家你说什么子啊？这边呢还别有天地还有戏台，就是在这个张氏老宅的边上。这个高墙里面呢就是一个大院子。张时明旧宅，
在一家号称央视推荐过的一个双椒面馆吃了一碗面，现在呢准备走回刚刚南浔古镇的路口去啊。刚刚从马路的那边过来的，现在呢从这边走回去。这边呢就有很多当地的退休老人啊，在这边闲坐晒太阳啊。非常不错的一个古镇，保存完好，而且后来呢又用了很多的力气去修复啊。里边呢有很多名人的故居，还有呢一座道观，都保存完好，并且呢看到了当时的南浔商会啊，还有一些丝绸会馆这样的，显示当年有非常兴旺的这种商业那样的一些会馆啊。像南浔会馆、丝绸会馆等等。这边呢叫小莲庄码头。边上还有民国风情街啊，等等。
小莲庄啊，刘氏建的藏书楼。这边呢有一座小莲庄码头啊，从这边呢可以搭乘这些游轮游览古镇。现在也没管我的人也没说。现在也没管我的人也没说。你找你给军干啥？你找你给军干啥？我只买的人买的没多呀。我只买的人买的没多呀。这个谁要能像我们强势这个比我靠，谁在这玩？这个谁要能像我们强势这个比我靠，谁在这玩？就是啊。就是啊。时间有限啊，就不可能一一前往游览了，所以就在这边呢结束我们今天在南浔古镇的寻访啊。以后呢，说不定还有机会路过南浔的时候啊，预多一点时间到里边来，好好的逛一逛啊，甚至呢，在这样的一些民宿啊住一个晚上，体验一下古镇的白天和晚上，应该会有不同的风情韵味。那我们今天在南浔古镇的巡游啊，就到此结束。谢谢大家的跟随和观赏，再见，拜拜。